你手里的智能手机摔过多少次？多数人对康宁的印象都停留在那块怎么摔都很难裂的大猩猩玻璃，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家做了100多年玻璃的老牌公司，早已经悄悄站在了 AI 算力网络的核心关口，成为辉达、亚马逊、Meta 3家巨头争相绑定的供应商。更有意思的是，就在7月初，这只过去1年涨了3倍的 AI 大牛股，突然一根大阴线砸下超过10%的跌幅，短短几天就从200多美元跌到194美元附近，市场里恐慌的声音铺天盖地。很多人说 AI 行情见顶了，说 CPU 故事讲不下去了，说康宁之前的涨幅全是泡沫，现在要打回原形。也有人说这只是情绪错杀，基本面根本没坏，是千载难逢的布局机会。看完这支影片，你会彻底搞懂这次暴跌的真正导火索，不会被市场恐慌带着乱割肉，会看穿康宁的 AI 技术护城河到底是实打实的壁垒，还是资金包装出来的概念。最后我们一起算笔账，看看它现在的价格到底有多少安全边际，值不值得长期布局。如果觉得后面的估值逻辑和风险点值得反复对照，可以先收藏起来，等后续股价再波动的时候拿出来当做判断的参考。先带你回顾一下这轮走势，过去18个月里，康宁的股价从不到70美元一路涨到最高230多美元，涨幅超过230%，是这波 AI 光通信行情里最核心的标的之一。很多人后知后觉，等发现它是 AI 概念股的时候，股价已经在高位了。正当所有人都在等它冲上300美元的时候，7月2号盘中突然跳水，最终收跌超过10%，成交额放出天量，明显有大量获利盘出逃。随后几天股价继续承压，很快就跌到了194美元一线，距离高点回撤了将近17%。一时间市场上各种利空传闻满天飞，最主流的说法就是辉达下一代网络架构 Kyber 以及整个 CPU 光电共封装的技术路线可能要往后延迟。很多散户一听就慌了，毕竟康宁这波涨势绑的就是 AI 光通信，就是 CPU 的故事。现在核心催化剂延后了，那股价岂不是要跌回起点？于是跟着卖，越跌越怕，越怕越卖，形成了负面循环。但这里最容易被带偏的地方就在这里，多数人听到利空就跑，根本不会停下来想一件事，这个所谓的利空到底会不会影响当下的业绩，会不会伤到公司的基本盘？你先想清楚一个常识， CPU 是下一代的光互联技术，是未来2到3年才会大规模落地的东西。康宁现在贡献最多利润的光通信业务是当前数据中心正在用的传统光连接方案。如果下一代技术落地延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旧方案的生命周期会被拉长，客户不会急着替换设备。康宁现在这块高毛利的业务反而能多赚很长一段时间的钱。说白了，市场拿2年后的技术变化来砸当下的股价，本质上就是高位获利了结，加上情绪性恐慌，和公司当下的基本面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从短期业绩来看，这反而算得上是个隐性利好。你想想，要是新技术明天就落地，旧产品马上被淘汰，那才是真的利空。现在新技术慢点来，旧产品继续卖钱，有什么好慌的？更讽刺的是，很多人跌了之后满世界找利空，却选择性忽略了康宁手里攥着的实打实的3大巨头订单。这些订单不是框架协议，不是意向书，是真金白银写进合约里的，远比一条不知道真假的延后传闻有分量。这其中分量最重的自然是辉达的背书，整个 AI 产业的技术标准几乎都是辉达在定义，谁进了辉达的供应链，谁就等于拿到了未来几年的行业通行证。辉达不仅在技术路线上选了康宁的玻璃桥方案，还直接投入了32亿美元的资金，深度绑定联合研发，这层关系远比普通的采购合作要牢固得多。这代表康宁的技术路线已经成为辉达下一代网络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不管项目进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只要最终要落地，就绕不开康宁的技术。技术路线的背书比多少份短期订单都值钱，因为它锁死了未来的增长天花板。除了辉达的技术背书，亚马逊带来的稳定订单则撑起了康宁的现金流基本盘。作为全球最大的云服务商之一，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资本开支规模是整个行业的风向标。亚马逊和康宁签的是长期供货合约，对康宁来说，这就是最稳定的现金流来源。云厂商的开支节奏当然会有波动，有时候扩张快，有时候放缓消化，但长期来看 AI 算力需求只会越来越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不会停下来。有亚马逊这样级别的客户托底，
康宁的业绩下限就非常清晰，不会出现突然断崖式下跌的情况。而 Meta 的大手笔订单更是直接把需求的确定性钉死在了台面上。这2年 Meta 在 AI 基建上的投入力度有多大，不用我多说。Meta 直接拿出60亿美元的订单，锁定了康宁的相关产能。什么叫锁定产能？就是我提前付钱，把你工厂的产能包下来，到时候你优先给我交货，不能卖给别人。这是最硬的需求验证。如果不是真的有需求，真的怕抢不到货，谁会提前砸这么多钱锁产能？很多 AI 概念股讲了半天故事，你去翻它的订单，全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没有任何约束力。但康宁拿到的是直接锁产能的实锤订单，是会真正转化成收入和利润的真实需求。技术路线有辉达背书，现金流有亚马逊托底，产能需求有 Meta 买单，3个层面支撑起来的基本盘，会因为一条技术延后的传闻就崩塌吗？显然不会。这也是我为什么说这次下跌是情绪错杀，市场永远是这样，涨的时候所有消息都是利好，跌的时候所有消息都是利空。同一件事，涨的时候你会解读成技术落地前旧业务持续赚钱，跌的时候就变成了新技术不及预期，故事讲不下去。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变的只是人心。你去看很多 AI 概念股的走势，基本上是炒预期的时候涨得凶，一旦业绩要兑现了，反而开始跌。因为故事讲完了，但康宁不一样，它现在是处于故事已经被部分定价，但业绩还没完全兑现的阶段。后续随着巨头订单逐步落地，利润释放出来，业绩会一步步验证逻辑，股价也会有业绩支撑，而不是单纯靠资金推动的泡沫。很多人喜欢纯炒概念的公司，觉得弹性大，涨得快，但那种公司跌起来也更快。一旦逻辑正伪，就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反而康宁这种有技术、有订单、有业绩支撑的公司，走势会更稳，长期持有的胜率也更高。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对这次暴跌的性质有了判断。但肯定还会有人好奇，康宁的技术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偏偏是他能拿到3家巨头的订单？市面上做光通信的公司那么多，它的护城河到底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就讲最核心的技术逻辑。我会用最浅白的比喻讲清楚，保证你不用懂光学，不用懂半导体，也能听明白为什么这项技术这么值钱。先说说整个行业现在面临的难题。你可以把 AI 数据中心想象成一座超大型的工厂，里面摆了几十万台机器，每天24小时不停运算。AI 从来不是一台计算机在工作，你问它一个复杂的问题，它要调动几百上千台机器协同运算，数据在机器之间来回传递，最后才能给出答案。机器之间传数据的速度直接决定了 AI 的反应速度，传得慢，整个系统就卡，你等半天才能得到回复；传得快，体验就顺，算力的利用率也更高。最早的时候，机器之间用电信号传数据，就像用细水管送水，流量小，速度慢，还容易发热，根本满足不了 AI 的算力需求。后来全行业都转向光信号，用光纤传数据，相当于把细水管换成了高压水管，速度和流量都提升了几十倍，这就是光模块。光通信这几年爆发的底层逻辑，但随着 AI 算力越来越强，大家又不满足了。现在的光模块是放在机器外面的，数据要先从芯片出来，走一段电路，再转成光信号发出去，中间还是有损耗，有延迟。于是就有人提出，为什么不把光芯片直接和计算芯片封装在一起，离得越近，损耗越低，速度越快？这就是现在大家常听到的 CPO 光电共封装。想法很美好，但真正做起来就遇到了一个几乎卡了全行业的工程难题。光纤里传出来的光斑其实是有一定面积的，就像你家水龙头打开流出来的是一股粗水流，而芯片上的光接口尺寸特别小，小到只有几微米，就像绣花针的针眼。你要把这股粗水流精准无误地倒进针眼里，不能洒出来，不能偏方向。难度有多高？更夸张的是，未来一个芯片上要集成几百上千个光通道，相当于同时有几百个水龙头，要对准几百个针眼，公差要求极高。稍微有一点点偏移，大部分光就漏出去了，信号强度直接不达标，根本没法用。这不是靠砸钱、靠堆工程师就能短期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材料、光学设计、制造工艺、量产良率等10几个环节，需要几十年的技术积累才能摸到门槛。很多公司讲 CPU 故事，都在讲芯片性能，讲模块速率，却很少有人提这个最基础的耦合难题。但恰恰是这个绕不开的物理环节，才是整个产业链里最核心的关卡。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拿到行业的定价权。康宁的 Glass Bridge， 也就是玻璃桥技术，就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精度的定制漏斗，一头对着光纤的大光斑，一头对着芯片的小接口。光从光纤出来之后，先进入玻璃桥，通过内部特殊的光学结构，慢慢收束，调整方向，最后平稳精准地打进芯片的光接口里。整个过程的光损耗非常低，远比直接对接的效果好得多。听起来好像不难，不就是一个玻璃漏斗吗？但真正要做到工业级量产，难度超乎想象。首先，材料要过关，必须有极高的光学均匀性，不能有一点杂质。其次，结构设计要极其精准，差1微米都不行。最后还要能低成本、大规模生产，不然就算做出来用不起也没用。康宁在光学玻璃、光纤领域沉淀了100多年，从最早的灯泡玻璃到后来的光纤、手机保护玻璃，他对玻璃材料的理解和工艺控制，全世界没几家公司能比。这就是他的底气，也是别人短期内根本追不上的护城河。这里还要纠正一个市场上非常普遍的误解。很多人把玻璃基板和玻璃桥混为一谈，觉得都是玻璃做的，是同一个东西。其实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应用场景和解决的问题天差地别。玻璃基板是先进封装里用来承载芯片的底座，相当于给芯片打一个平整的地基，让芯片贴得更紧，散热更好，主要解决的是封装密度的问题。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玻璃基板，竞争其实挺激烈的。而玻璃桥是光信号的连接中转站，专门解决光纤和芯片的对准耦合难题，是 CPU 光路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这项技术的门槛更高，玩家更少，康宁目前处于绝对的领先位置，而且已经通过了巨头的验证，拿到了实际订单。很多散户搞不清两者的区别，听到别的公司做玻璃基板，就以为能挑战康宁的地位，其实根本就是两条赛道。康宁真正的王牌是玻璃桥带来的 AI 光通信壁垒，而不是单纯的玻璃加工能力。这就是市场里的认知差，也是多数人容易踩坑的地方。说白了，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是给算力芯片做地基，而玻璃桥是给整个算力网络做连接的枢纽。一个在单个芯片里，一个在整个网络体系里，价值量和产业地位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其实这也是传统产业公司的优势。很多新兴的 AI 公司成立没几年，技术还在实验室，就已经被炒到几百亿市值。但康宁这种公司做了100多年材料，经历过无数次产业周期，有成熟的量产能力，有稳定的客户关系，有足够厚的技术积累。当新的产业趋势来临的时候，它不是从零开始做，而是把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技术换个赛道，就变成了新时代的核心资产。这种公司的爆发力或许不如纯粹的概念股，但胜在扎实，胜在确定性高。对长期投资者来说，确定性永远比想象空间更重要。投资里的护城河分很多种，有的靠品牌溢价，有的靠渠道垄断，有的靠专利壁垒。而康宁这种卡在了产业最底层的物理工艺环节，后来者绕不开也追不上，才是最宽最结实的护城河。它不需要跟别人打价格战，也不用怕客户随便换供应商，因为换供应商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巨头们不会轻易冒这个险。这也是为什么辉达、亚马逊、Meta 都要争着和它绑定。对巨头来说，供应链的稳定性比那一点成本重要得多。关键环节掉链子，影响的是整个 AI 布局的进度，那损失就不是一点点采购成本能比的。讲完了基本面和技术护城河，接下来就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现在$194的价格到底能不能买？它的合理价值到底在什么位置？投资永远不是听故事，最终都要落到算账上。再好的公司买贵了也会亏钱，再普通的公司买的足够便宜也能赚到钱。我们用2种不同的估值思路来算一算康宁的内在价值，看看现在的价格到底有多少安全边际。先说最经典的绝对估值思路，用 DCF 自由现金流折现法来算。简单来说，就是把这家公司未来每年能真正赚进口袋的现金，按照合理的折现率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它完全站在公司本身的赚钱能力出发，不受市场情绪、板块热度的影响，是最经典的价值判断标准。我们做估值习惯先用保守的假设去算下限，考虑到未来几年康宁要扩产，资本开支压力不小，再假设 AI 光通信的需求释放比预期慢一点，传统业务的增速逐步放缓，算出来的内在价值下限大约在$220到$250之间。也就是说，哪怕用最悲观的合理假设去算，它现在的价格也低于内在价值。如果换成中性偏乐观的假设，比如巨头订单顺利兑现，玻璃桥技术快速放量，
那它的内在价值能到280到320美元区间。很多人听 DCF 觉得很悬，其实核心逻辑很简单，一家公司长期能赚多少真金白银就值多少钱，短期股价会被情绪带着上下跑，但长期一定会向内在价值回归。除了绝对估值，我们再换个角度，用相对估值的逻辑来比对一下，也就是看行业的本益比水平，还有公司自身的历史估值区间来判断当前价格贵不贵。说白了就是比价，看看同样赚1块钱，市场愿意给同行多少钱，给康宁历史景气期多少钱。目前全球 AI 光通信、数据中心连接领域的同类型公司本益比普遍落在46到52倍之间。康宁作为技术壁垒更高、客户结构更稳、业务多元化更强的龙头，理应拿到至少行业平均的估值水平。结合华尔街分析师对未来几年的每股盈余预期，用行业平均本益比去算，康宁的合理价值区间大约在270到300美元之间。两种估值方法算出来的结果其实非常接近，我们取一个相对保守的中间值，康宁的合理内在价值大约在275美元左右。对比现在194美元的股价，相当于比合理价值低了大约41.7%，也就是打了将近6折。这个折价幅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算后续出现一些利空，比如订单兑现慢一点，增速比预期低几个百分点，现在的价格也已经把大部分风险提前消化掉了。对长期投资者来说，这就是非常厚的安全边际。市场先生有时候很情绪化，高兴的时候愿意给很高的溢价，难过的时候又会把价格砸得远低于价值。而理性的投资者要做的就是在他过度悲观的时候，慢慢捡便宜的筹码，在他过度乐观的时候果断离场。当然，我说的合理价值不是说它明天就会涨到275美元，市场情绪的修复需要时间，订单和业绩的兑现也需要时间。短期内股价可能还会波动，甚至可能继续下探，毕竟获利盘出逃之后，情绪的修复不是1天2天的事。但如果你拉长到1到2年的维度来看，现在的价格处于明显的低估区间，投资不是买了就马上涨，而是在便宜的时候买进，然后等价值回归。多数人亏钱不是因为买的公司不好，而是因为没有耐心，总想买进就涨，一跌就慌，最后倒在黎明前。说了这么多优点，我绝不会跟你说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康宁也不例外。有2个最核心的风险点，你必须心里有数，再决定要不要参与。最核心的一层风险在于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如果出现大幅收缩，会直接影响康宁的订单和业绩。现在 AI 基建的扩张主要就是靠亚马逊、Meta、谷歌这几家云巨头在砸钱。如果后续宏观经济走差，或者 AI 商业化进度不及预期，巨头们砍起开支来从来不会手软，到时候整个光通信产业都会受影响，康宁自然也不能幸免。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你同样不能忽视，大客户的采购节奏波动会带来短期业绩和股价的剧烈波动。巨头的订单不是每个月均匀释放的，有时候集中备货拉动业绩大增，有时候消化库存导致订单断崖，反映到股价上就是大起大落，涨的时候涨过头，跌的时候也跌过头。如果你没有长期持有的耐心，受不了20%-30%的回撤，那就算你认同它的长期价值，也未必适合你。投资从来不是找完美的公司，而是找在当前价格下收益风险比足够划算的标的。你先要接受它的缺点和风险，再去赚它成长的钱。只看得到利好，看不到风险，迟早会吃大亏。其实现在市场对康宁的分歧也非常明确。一派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上涨趋势中的技术性回调，公司基本面没有任何恶化，情绪砸出来的坑就是黄金坑，越跌安全边际越高，是长期布局的好机会。另一派人则认为 AI 光通信的叙事已经炒了快2年，股价翻了3倍，早就透支了未来3到5年的增长预期，现在的下跌只是价值回归的开始。贸然抄底很容易抄在半山腰，你更认同哪一种判断？你觉得这次暴跌是市场情绪带来的错杀机会，还是产业逻辑松动的第一个信号？可以把你的判断和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看看市场最终会验证哪一边的逻辑。说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康宁这家公司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反差感。多数人认识它是因为手机上那块不起眼的玻璃，但真正支撑它未来增长的是藏在数据中心深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光学零件。很多人找 AI 投资机会都盯着最耀眼的大模型、最火热的 GPU 芯片，觉得只有这些才是 AI 的核心。
但其实整个 AI 产业就像一座大楼，大家都只看得到楼顶的风景，却很少关注地基和钢筋。那些藏在产业底层绕不开、替代不了的环节，往往才是最稳定、最赚钱的生意。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认知复利。投资赚钱从来不是靠追热点、听消息，而是靠你比别人多看一层，比别人更早看懂产业背后的逻辑。当多数人还在纠结第二天的涨跌时，你已经看清了未来3到5年的产业趋势，时间自然会站在你这一边。如果你也认同这样的投资理念，不想被市场的短期情绪牵着走，愿意花时间去钻研产业、读懂财报、看透公司的真实价值，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不做短线投机，不炒热点消息，只做时间的朋友，在美股市场里实现财富与认知的双重复利。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整理，不构成任何专业投资建议。所有投资决策都需要你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周期去理性判断。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市场永远有风险，进入市场请务必谨慎。